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榮。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透過 YouTube 收看朋友，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動動手開啟小鈴鐺。也歡迎您告訴我們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當然，歡迎大家多多的表達您的觀點，跟我們互動交流一下。別忘了幫我們熱推一下。好，來歡迎今天的4位來賓。首先是前大使、資深外交官紀文基大使，何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是美國共和黨前亞太區主席方恩格 Ross， 大家好。還有台科大企管系教授張順教老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另外，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慶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們，大家最受矚目的這個禮拜，當然就是全球都在高度關注的中美元首會習川會，兩個人已經見面了，而且呢，這次的川普的行程從原本的2天1夜改成了3天2夜，當然這個第一天是晚上抵達啊。那這場高規格的峰會在結束之後，各界也關注的是未來的世界新秩序將會變成如何？峰會之後呢，中美互動會不會有一個新的架構？還有目前在國際上仍然解決不了的問題，要如何來處理？那這次呢，看到川普他是5月13號到15號到北京訪問中國大陸，結束行程以後呢，中美雙方也各自就推出了自己不同的說法哈，着重的內容也有些出入。來，我们看一下川習會後的美中各自的說法，包括美國這邊呢，特別提到說，對於台灣軍售的大家非常關注的議題呢，很快就會做出決定。另外呢，同意開放荷姆斯海峽，那堅決的反對伊朗擁核，還有就是在關稅的互相這個降低的部分啊，也達成了協議。另外就是包括採買農產品，以及這次最重要的是，中方下單了200架的波音飛機，但是這個 AI 晶片啊，是輝達晶片呢，是要由中方來決定是否採購。那中方的說法則是特別也提到台灣的部分哈，有講到說台灣是最重要的問題，處理不好會引發中美之間的衝突。剛才伊朗的戰事這個部分呢，也同樣的是希望能夠趕快的打開荷姆斯海峽，還有關稅同樣是互相降低，然後擴大經貿合作。那另外呢，就是一度這個有美牛現在也會同意來開放來採買，還有就是多次表達晶片問題的立場。好，總的來說呢，我們先請4位老師幫我們先針對這次習川會或者人家說川習會，川普跟習近平兩人各自的表現1到10分，請幫我們打一下分數好嗎？大使寫習近平9分，川普7分。Ross 川普，美國的焦點跟中國的焦點是不一樣。你這個結果不意外哈，一定是美方這個川普一定拿高分的。那張老師，川普跟習近平是同分，晉哥也是。好，我請教晉哥哈，這個我們看到是川習會之後，目前大家也在關注的就是習近平呢，立刻也回復說，在9月份，那現在看起來是9月24號這天，現在傳出的說法，還有呢，至少是在今年秋天，就立刻回復說會到美國訪問，你怎麼看？我想大家必須要了解，9月24號這個日期必然是事先議定的。但是呢，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9月25號是中秋節，你邀請人家這個到白宮來做客，就你搞在中秋節的前一天，華人的大節。基本上來講，這中國人呢非常重視中秋節，但是呢，大家忘記了那段時間恰好是紐約聯合國大會的那個大辯論。那他也沒有講，他只說你到白宮來做客，並沒有講這是國事訪問。所以呢，其實嚴格上來講，規格其實只是這種訪問，並沒有說把它定位在那兒，他沒有講得非常斬釘截鐵。那今天來去了，抱病而去，那這個還要看後面這個後續的發展。我給他兩邊都8分，是因為後續還可能會有動態的變化。假如這個習近平一再講的台灣問題處理不妥善，最後他不去破局可能性是存在。假如兩邊都摸順了毛，後續是成型的可能性也還是存在。對，所以在這個裡頭，大家呢雖然是當場就答應了，但是沒有說是敲得那麼死。好，後續還有一些變數哈，就是隨時在做一些動態調整。大使，我請教你哈，因為這次看到中美元首進行了我們說2026年以來第一次非常重要的元首峰會啊，其實中美兩強的架構看起來似乎是底定了。您怎麼看？因為有分析也看到是
在這一次的習川會以後，其實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互動框架，是嗎？對，這次中國大陸他們很多官媒也都講了，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了，可是會有更新更好的發展，那就是從大陸角度來看了。那我覺得就是說，應該是就是說，美國川普總統已經把這個中美的這種元首會晤定入2個超級強權的會晤了，那就變成就是說在這個實力上是等量齊觀，就名副其實的 G2 了，名副其實的 G2 了。然後呢，中國大陸主動提出來兩邊關係的一些基調，這次提出來就是說戰略穩定關係，長期戰略穩定關係，然後希望這個雙方的起碼這個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有衝突，可是不會影響到大局的穩定。那還有就是一再肯定，就是說這個元首外交這個機制的重要性，那就變成就是說元首定調，然後下面的工作人員來落實，所以就變成元首引領，不是由下而上，而上而下。對，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雙方的談判方式就变成有2個清單，一個清單是正面清單，對，那是用加法，那負面清單呢是用減法。那另外在台灣問題上的話，大陸已經這個很明顯的把過去雙方在談論台灣議題的時候那個劇本把它抽換掉了，改變了。過去談的是1978年雙方建交的時候3個公報，以那個公報作為基礎。可是這一次已經談的內容已經不是那時候公報有那麼明確的講了。第一個軍售的問題，那就是說要美國要審慎行事。那第二個呢，就美國對台軍售；第二個呢，就變成就是說明確的表達反對台獨的立場，也希望美國在這方面附和。第三個，這次連這個 Rubio 也提出來了，兩岸和平統一這樣的一個概念。所以我覺得將來可能就中美在這個台灣議題上面大概就是軍售，然後就是說軍售反台獨，然後呢接下来就是和平統一。所以台獨的這個選項，也是從此之後不再存在了。您覺得是這樣？沒有，就是雙方就變成博弈的主要的議題了。對，這非常重要的一個籌碼。就是說過去就是說3公報，3公報的基礎，現在就是另外3個議題。所以這也是可能反映了中國大陸官媒講的說回不到過去了。其實從這次的習川會看得出來，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中方再次的重新定調了中美的一個互動，我們將來要怎麼樣互动，而且呢，也告訴了美方，特別是川普這一邊呢，就是中國大陸的崛起跟它的存在，還有越來越強大，是美國必須要去面對跟接受的事實啊。那我們來看的是這次習川會，那川習會的成果跟味覺項目的總體檢啊，剛剛也提到了包括了呢雙方的互減關稅，還有呢說要成立貿易委員會，還有投資審查委員會。另外呢就是採購200架的波音客機啊，雖然說先前這個目標是500架這次這個打了折扣變成200架。還有就是持續的採購農產品，剛剛也提到了。另外就是要重開荷姆茲海峽，剛剛大使也點到這個重點，敲定雙方元首外交互訪的時間包括秋天，還有呢11月有 APEC，12月有 G20， 另外就是要建立危機溝通的程序。好，總的來看，這個具體成果其實還蠻具體，真的很 solid 很實在。不是像之前就是只是雙方見個面打個招呼，然後就非常的空。Ross 覺得你同意嗎？不太同意啊。怎麼說？我對中美關係還是不是很樂觀啊。然後我覺得這次川普總統去北京談的結果幾乎都是我們早就可以預料的結果。但是我覺得從大局勢的角度來看，沒有太多的變化了。貿易問題是，當然川普去北京前已經溝通，那知道不管是當天或他回美國之後，中方會宣布一些購買的案件，不管是大豆或波音的客機。知道中方會反對美國軍售台灣，但是美國會堅持他的立場。我們一直以來都軍售給台灣，以後還是會軍售給台灣。川普沒有說我們
永遠不會再出售給台灣，他也沒有這樣講。你覺得這一次兩位元首會面完以後，各自拿到了自己要的嗎？我覺得他們主要的是為了國內啊。那川普至少就是剛說的，就是購買方面，那至少可以向美國人說，我有拿到訂單了。那習近平也可以向國內。剛剛現在大使有提到當然官媒會說習近平的表現是非常好，有告訴美國人我們對台灣的立場，就是說對國內雙方都各自有交代，也會有正面的效果。我覺得川普在北京這幾天的表現，他批評就是在美國的批評者其實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可以批評啊，當然會批評，那不管川普說什麼，他們一定會批評。但是我覺得具體能批評的地方其實是沒有，他代表美國的立場，那這是總統應該做的。不管總統是誰，不管是拜登、川普、共和黨、民主黨，我覺得他代表美國的立場。那還有一些其他的議題，就是那個時候就是去前有壓力，一定要提，比如說人權，一些像李志英等等這些悲觀的人士啊，他又提到了。但是當然他不可能，習近平當面會說，這些人我都立刻釋放，這個也是不可能的。好，現在就是我們剛剛提到，後續還會有一些變數啊。習近平在回訪美國，就是在秋天之前啊，剛剛晉哥也提到了，其中一個變數是軍售。您覺得還有其他的變數嗎？我覺得大家應該這樣講，就是說這一次基本上來講呢，雙方雖不完全滿意，但是可以互相接受。你一錘可以定音。但是呢，事實仍然會動態的變化。那我覺得這個基本上，誠如我要呼應一下大使，最重要一個東西，其實今天就實力觀點而言，在奧巴馬時代絕对不肯給的 G2，這一次已經明白了，這個就是說幾乎就沒有差一點把那個名詞再講出來了。中美就是平起平坐了。對，那這個東西是基本上是從實力上來出發。第二，以前美國從來不甩就是說有關對台軍售的問題，從來不去討論。這次也明顯講得清清楚楚，我確實有討論。對，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他沒有立即下定決心。那他越這個拖，然後這個地方會焦躁。那這個在台北焦躁，那可能呢又要去這個，就是請台北要如何，然後要提出更高的價錢。所以呢，我覺得川普確實是一個很好的生意人，他就把這個東西懸在那邊，看看你台北預備怎麼出價。對。但是呢，我想這個我們要對台軍售的問題，我們要知道幾個重要事實。第一，無論賣什麼東西給台灣，無法去改善兩岸軍力失衡的事實。第二，無論買多少東西，其實牽涉到美國的供貨能力，以及台灣我們自己國防武力吸收這些軍備產品的能力。否則你花再多錢，這個事情就是說不是你花了錢就多，這邊能夠要吃得下來而能夠吸收。第三，這裡面牽涉到這個川普本身所宣布的對外軍備轉移的政策，所以現在不是說那些東西他可以愛給你就給你，不給你就不給你，是有很多東西他想給你，但他卻生產不出來。他現在已經通知波蘭，已經通知了東歐很多國家，還有烏克蘭，說對不起，很多東西我們沒辦法交貨。而那個呢，就是也是我們所希望求售的項目。是張老師，我這邊特別要請教您方面這個經貿相關的就是說。這次也看到了，剛剛有些我們講說蠻實質的一些成果包括說特別看到是採購波音的這個事情。那當然呢，畫面當中我們也看到那麼 BBC 他們有特別有一個報道，有一個特稿就寫說，17名美國商界領袖隨着川普訪華，但是呢，目前尚未有大訂單浮出水面。接下來會不會有大訂單呢？大家也很好奇。但是美股在上面，我看到5月15號的美股呢，卻不太給面子其實都是呈現下跌的局面。好，那 Bloomberg 呢也報道說，外界原先預期北京將會向波音下訂單，其實要多達500架的客機我們之前也提到，但最後成交的數目是200架。您怎麼看這次川普到北京訪問的經貿成績單？那個從這個17位那個大企業的領袖跟着川普去我們從他的這17家企業來看，涵蓋層面算是很廣。
就是從投資啊、銀行啦、科技類啦，那科技類有包括了晶片，對，有包括了相關的一些通訊等等領域的這些這個領袖、企業領袖，所以我們說整個層面來看是蠻完整的。那可是我認為這種的談判完，這一次的訪問完以後啊，我認為後續的效應是我們有待觀察。那我是認為有一些東西啊，事實上已經看到那個跡象。第一個就是關稅，雙方的關稅，我認為會緩和。像美國現在對中國的關稅啊，已經達到還是在維持在48點多平均。那中國對美國的差不多31平均哈，我們算一個 rough 的數字。我認為雙方這關稅這一塊應該有緩和的空間，繼續休兵延緩下去。會下降，我認為會調降，會降溫。那為什麼呢？其實我們說穿了，美國需要中國一些農產品的採購，那中國呢也需要美國更放寬它對中國產品的管制，包括像電動車。那像這一塊，我認為這關稅這一塊，雙方應該會有緩和的餘地。第二個呢是這種採購的擴大，我認為是雙方都需要。那另外一個第三項啊，就是投資的擴大。其實以中國來看，也許我們看到它貿易出超很高，去年超過1兆。可是呢，這種的1兆並不代表整個外資 FDI 在中國大陸蓬勃發展。所以事實上，大陸事實上很需要來自以美國為首的這些銀行還有投資機構的投資。因為這對整個中國來講的話，發展的經濟還有工業發展是有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因素在。對，那第四個呢，我認為是最重要，也是在中東的這一塊。中東這一塊已經，我認定美國看得到的已經不只是政治的問題，包括石油的問題。因為石油對美國來看，實際上是太重要的一環。對，所以在我的看法，就是中美之間趁這一次的那種互訪，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是，那未來如何？那要看雙方坐下之後，我們就談這個事情。是。我想這邊要特別提出來，這17位大亨啊，不是在街上去買那個手搖冰的，哪有說去了那邊馬上就有大單浮出水面？所有這些人做的是大生意，那些好菜都要慢燉，你要真正良藥都要慢煎，慢慢煨出來。所以這個東西啊，只要一開始，对不對？這些人又不是說到那邊那個，就是說閒的沒事幹，到那邊去觀光。可能馬斯克跟那個黃仁勳是除外，他們倆玩的是很愉快。可是話要講出來，我們真的要講這些東西他們要做的生意都要慢慢來。至於那個就是買飛機減少，這裡頭之中大家只看到說它減少，但沒有想到北京還要求捏住美國的那一段。從疫情開始到現在，我們去看看以前中美之間的航班，到現在恢復的程度不到40%啊，對不對？你不讓我恢復的航班，那我買那麼多飛機幹嘛？所以他買200架，事實上也就跟你講，你什麼時候恢復航班，我什麼時候來。它中間是彼此都有聯動的，對，恐怖平衡啊。接下來還有一個觀察重點，就在於說，剛剛也提到哈，就是接下來中美的互動就必須要看着你怎麼對我。我再決定怎麼對你，它是一個動態，隨時在動態調整的。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聊科技競爭。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回到節目，我們繼續來看川普這次訪中行程結束之後啊，在他搭乘空軍1號專機的時候呢，他特別也接受了媒體的訪問啊。他向外媒透露說呢，他在川習會期間並沒有針對台灣議題向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做出任何承諾。同時呢，他也預告不久的將來會針對總金額，剛才我們也提到了140億美元的，折合台幣大概是4400多億的對台軍售案來做出最終決定。路透社也報道，川普向媒體透露啊，習近平曾經當面有直接詢問他，如果解放軍攻台，美國是否會協防台灣？但是川普當場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而根據白宮這個川習會之後對外釋出的會談摘要，通篇整篇裡面呢也沒有提到台灣。
那在台灣這邊的學者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的執行長董立文就認為，這其實呢就是川普對習近平談台灣真正的態度。他給了個結論，他說：“你只要談台灣，他根本就不理你，假裝沒聽到哈。”但是德州州立大學副教授翁履中則認為，白宮的摘要沒有提到台灣是相當正常的，沒談台灣就代表有談，因為未提及也是一種態度。所以接下來的觀察重點是，川普要如何決定140億啊，這是第2筆的這個台灣軍售案。金哥怎麼看？我想這裡面要提一下。這個摘要啊，或者這個聲明，這個 readout 啊，是早上5點45分啊出來的，在華府時間。這個從會談結束之後35分鐘之後，新華社就發布了新聞通稿。整個下午呢，這個他們去了天壇，所有人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我要提醒一下，白宮的通信呢，就是對於發言的主管啊，張正熙啊 ，Stephen Chong 啊，有跟着去。他在那個地方，假如說是去跟他老闆講一聲，說這個什麼要怎麼回答，對不对？那假如有既定的答案，老早就在川普的社交媒體就出來了。結果川普的社交媒體從頭到尾沒有這個，就是講一句話，大家弄個這個悶葫蘆，一直搞到第2天早上。我們要提醒。白宮幕僚長，也就是川普親信中的親信啊，這個 Susie Wiles 呢，他沒有跟着去。最後呢，那個東西聲明啊，那個 readout 發給各媒體，到第2天為止，你知道，他從頭到尾沒有登在白宮的網站上。所以你從這些程序上的蛛絲馬跡啊，他就是把原來的你去看裡頭，真的都是原來的在中國大陸的標準的立场，他在那邊。就是提出來，把它貼出來，這個就不會受到質疑。這個我記得 Ross 經常跟我講啊 ，You always tell a lot of facts, but you never told me the truth. OK，Ross 你怎麼看這個140億的軍售案？現在川普這個問題回到了川普了。那當然他在北京的時候呢，對於台灣問題，只要甚至當場這個跟習近平在旁邊的時候呢，也有媒體問他說：“哎，你們談到台灣了？”他就是閉口不談。可是呢，當回到了這個空軍1號專機上的時候，開始慢慢的釋出跟台灣相關的訊息。我只要說，在回程飛機上，機子一定會問他這件事情，一定他不得不回答。他的確是跟習近平有討論這個議題，但是像我剛剛說的，其實我覺得很多東西是沒有任何變化。過去川普接受訪問的時候被問到，那如果大陸武力犯台，你會做什麼？他一直以來都有一直的答案方式，他都會說我不告訴你。中方知道我會做什麼，但是我不告訴你。他一直用類似的回答方式。美方會做什麼？美方會做什麼？川普說我不告訴你哦。你覺得呢？但是說實在，他這樣的回答方式、答復的方式啊，非常正確。我為什麼這樣說？因為如果大陸真的武力犯台的話，只有時任美國總統能決定美國會不會派兵協防台灣，不是今天的總統知道以後的總統會怎麼做，不是國會說的就算，只有時任總統能決定。所以其實如果這件事情沒有發生在川普任期之內，那他幹嘛回答，對不對 ？OK， 大使您怎麼解讀哈？剛剛特別提到川普在北京閉口不談，而且非常低調的，都是他的旁邊的幕僚，包括貝森特啊，這個 Rubio 啊，都講說，哎，有談到台灣議題，可是川普自己就是不碰。可是呢，包括現在已經回到美國的時候，開始講，他到底在玩什麼把戲？因為這件事情在他們見面的第1天啊，在人民大會的時候，習近平就提出來說，這個如果說台灣問題處理不好，中美關係會發生這個碰撞甚至衝突，那美國國內的媒體、全球的媒體就炸鍋了，就在說習近平警告川普對台灣問題對川普做出最嚴厲的警告，就重中之重就是台灣，對，就在台灣。所以美國事實上你要看美國媒體，還有歐洲的媒體、BBC 的媒體，他沒有報道其他什麼簽約的，他就報道台灣問題。對，通通在講台灣的，而且很多的那個標題下得非常聳動啊，說習近平會對川普畫下決定台灣命運的紅線。這不是我下的，這是我記得是美國媒體下的標題啊。所以這樣子情況下，川普更不能在大陸的時候就對台灣議題
他做任何的表述，因為呢，這個會增加他對這個議題的這個回到美國這個議題不但會淡下來，會怎麼樣？會更列入這個是他的弱項。習近平講說川普講說習近平談這個問題的時候是非常嚴肅的，因為那是第一顆扣子。對，第一顆扣子要扣好，所以這個問題就川普事實上我認為他一開始是要拆解這個問題對他可能會面臨到美國媒體的質問的這個尷尬局面，所以他是輕描淡寫。可是呢，我覺得基本上這一次大陸的態度，還有就變成把台灣的問題放到那麼高度川普就知道這個問題他是無法回避的，所以他已經講了，他這個 Rubio 用了一些關鍵字出來和平統一。這些大概都是大陸會提出来的，美國從來沒有在台灣兩岸關係的中間用過這個字眼所以我覺得就變成我就說這個劇本已經換了，有關台灣問題的中美討論的劇本就已經換了。那為什麼只拿到200架飛機，沒有拿到500架飛機？那就是說，因為今年還要見面，第一個一次都給完了，下次給什麼？沒錯，分批給嘛，對不對？延長戰線，對，第二個就變成就是說，那給不給還要看你對你的要求的台灣問題的表態，隨時你怎麼做？那川普我認為他講了說，因為我沒有再回頭看，我認為他就說我會在這個問題上，軍售問題上在我最方便的那一刻來做決定，對吧 ？At my earliest convenience，這個不是說我會盡快的做回答。在我方便的時候，再找一個 timing。這個其實常常這個英文書信常就是說在我最方便的那個時候，我要去做個決定。OK， 所以我聽了他這個用語以後，就說哇，這個中間有很大的空間。您剛剛提到500架的波音客機後來變成了200架，剛剛說延長戰線嘛，那確實這一次隨行的美國企業家，當然也看到波音的總裁也去了。蠻失望的，因為原先講說500架，在最後200架。我回應一下，我真的覺得習近平跟川普今年再次見面的可能性真的是不大。不大。如果見面的話，可能是像去年在 APEC 的模式，就是短在多邊會議旁邊。但是像過去幾天，會花2天時間在一起，不管是在華府或在哪裡，我真的覺得可能性不大。我覺得習近平就像張金剛說的，然後那個9月底去美國，除了中秋節之外，也是美國其中選舉倒數6個禮拜，我覺得那個時候去美國有點不方便。對，這個跟選情無關了。還有我覺得川普不太想去深圳參加 APEC， 那已經去中國一次，今年去中國一次，然後幹嘛第二次去？這是你的分析。信哥，你說，我先要提醒一下，就是說川普本人對於拜登多次失言，說誓言會派兵來護台，進行過非常嚴厲的逼停，然後呢故意把他弄個悶葫蘆這是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 非常重要一個節點，所以他說我也不知道答案，你也不知道答案，我只有我最後來做決定，所以他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一個節點。但是至於那個方恩格他是我的好朋友，你知道，他是這個叫做共和黨，他自然要護着共和黨的總統，所講的這個是很有道理。但是我覺得共和黨跟民主黨的時候其實有一點一致。當民主黨的總統拜登講說要出兵護台的時候，馬上就有他的幕僚講，他講錯了。他們敢去改總統，這是美國長久以來的戰略模糊政策，這是絕對。至於呢，這個方恩格這個我的好朋友方恩格講說，他只會應付一下，去見他一下。對不起，人家都走進白宮，他說你好，我有事兒，我先走，這不可能的事嘛。他既然邀請人家到我白宮來做客，不可能草率就是說這個不怎麼接待嘛，對不對？對，我也同意你的觀點哈。那另外我們要看的是黃仁勳哈，因為剛剛提到說，除了波音的總裁蠻失望的哈，這次變了200架的訂單，
那波音的股價當然也因為這個消息而出現了這個下挫。好，黃仁勳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知道他在最後一刻才在阿拉斯加搭上了空軍1號，隨着川普出訪這個中國大陸。紐約時報報道說呢，川普在結束這趟行程之後呢，看到輝達的人工智慧晶片在中國大陸銷售的命運仍然是不明朗的啊。因為川普在最新的發言當中也證實，雖然美方政府已經批准了銷售許可，但是中方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購買輝達最先進的 H200這個 AI 晶片。他特別提到，他說中國是選擇不購買，並且呢正在把他們的戰略中心全面轉向，要致力發展自己的本土技術。那美國的貿易代表 Grill 呢，他也接受媒體就彭博採訪的時候也說，大陸企業會不會買輝達的更多產品呢？現在是取決於中方的決定哈。所以黃仁勳這次在北京也被媒體問到說，輝達會不會把晶片賣給華為呢？但是這個提問太敏感了哈，所以他沉默了幾秒鐘之後呢，只回應說，這個好奇怪的問題哈，就沒有正面的回應。另外是根據一個消息 ，Business Insider 這些外媒報道呢，有一個放空機構叫做 Cooper Research 表示呢，輝達聲稱在2025年4月。美國出口管制生效之後，在大陸的市場營收已經降到0%，但是看到他們在2026年財年這個財政年度裡面仍然有20%的收入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市場，所以呢，顯然跟財務表現還有相關的說法呢是有些矛盾的哈。所以現在回到 H200這個議題H200的開放取決於中方，這是 Greer 剛剛講的。那對於中方來說，張老師您覺得如果選擇開放，真的？如果開放的話，會有什麼樣一些附帶條件？這我的看法，中方一定會買。那其實現在如果沒有名正言順的開放，其實中方還是可以透過像馬來西亞、泰國很多的管道輸進這個 H200的晶片。只是讓大陸在做這一塊礙手礙腳，成本拉高而已。那所以只要中方願意，美方願意放，中方一定會正式買。這我是可以預期的，未來一定會這樣。對。那你說媒體講說有一些顧忌，那我這邊做點技術上的說明。第一個說明就是說，中國大陸現在7奈米的 DUV 製程沒辦法取代 EUV 製程。這 EUV 製程有它的特殊的 know-how在。另外一個是最重要的，就是封測，就是台積電為首的這種 CoWoS 的封測，基本上就是單免了整個 AI 晶片的生命，而不是製程哦。製程7奈米 DUV 做出來，可是問題是封測做不出來，所以只要掌控台積電有掌控這一塊，還有 Intel 掌控一些重要 AI 晶片的封測能力，其實中國大陸買這些晶片，其實美國不用太擔心說中國大陸華為這些公司有這個能耐去做出跟它同樣的品質。所以關鍵不是在晶片，而是在您剛剛提到的這個光刻機。還有包括特別是封測的部分。對，那我覺得如果黃仁勳要趕快賣的話，那就講他應該要講他支持92公司。這個你在節目中講。對啊，你看他身為就是出生在台灣，我覺得大陸很關心這個問題了。他沒有明確表態，他對這個議題的立場會影響到他在大陸的業務。但是即便黃仁勳這麼說，就能夠確保 H200就能夠真正開放在中國大陸販售嘛？當時有一種說法是，大陸現在因為剛剛提到說晶片自主國產化、自主化已經達到一個很成熟的階段。剛才張老師也提到了，其實關鍵在於像是 DUV、EUV 啊，那拿不到 EUV， 可是呢，可不可以用一種交換的方式呢，去取得更高階的 DUV 啊？這個部分的話，我那個修正一下，就是說，剛才你提到的 EUV 的這個製程的機台，完全就是多國的模型嘛做出來的。對，裡面呢，美國的技術成分很高，太高了，所以ASML一定要聽美國的話。那沒辦法，這種東西就是牽扯到的，就是美國也怕這一塊東西，如果整個拿到中國去以後，技術很容易就被很快就接上，所以才說會不會有一些私下的交易，或者是說拿稀土之類的項目作為到時候叫板的籌碼。其實是這樣子啊 ，H200它已經是降規的哈，是就是說特別為中國大陸設計的，並不是這個 NVIDIA 就目前第一線的產品啊。
那這個 H200的話，事實上它的很多的效能啊，那中國大陸目前華為啊，還有幾家這個 AI 晶片廠已經可以做出取代的產品。你可能數量用的多一點，或者說哈，這個有其他的方法，良率。那問題就是說，你如果現在放 H200進來的話，這個中國大陸的晶片就沒有人要了。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還有一個就是市場保護的一個怎麼講，一個考量在裡面，會影響到本土晶片的發展。對，因為你本土晶片它要有這個龐大的市場來籌募它的資金啊，也不能完全靠政府的補貼。所以既然就 H200在中國既有的這個不管是昇騰910啊或者950哈，這些它已經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應付到中國大陸市場目前的需求的時候，它就會盡量保護中國的市場。如果大量的讓這個 H200進來的話，那中國本土製造的這個類似的晶片哈，那市場一定被擠壓。那對於中國大陸發展晶片的這個整體計劃是有妨礙的。是。所以我認為是有很強的是市場保護的這個考量在裡面。总之來說，市場的這個准入決定權現在還是在中國大陸的手上。我們等一下回來呢，要特別來看的就是在川習會之後地緣政治的變化。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